随着心里的怒火直线上升，他的瞳孔竟直接变成了红色，并且他的面前还出现了一股诡异的火焰，径直向着父母的房间冲去。随着火势越烧越大，父母的叫喊声才将女孩唤醒。等他来到父母的房间，才发现这里已经是一片火海。尽管三人侥幸逃脱，母亲也因为这次的事故全身重度烧伤。也从那以后，女孩身体里的异能开始觉醒。魔法学院的道林院长发现了蕾儿的体质，于是将她带到了魔法仙境。这所学院里拥有着各种仙子，雷电仙子可以操控空气中的能量产生10万伏特的雷电，皮肤白皙的黑妹是水仙子，可以操控周围一切的水分子，精灵仙子可以得知周围一切生物的思想与记忆，而这个重量级选手当然是大地仙子，她可以操控世界上所有的植物，还可以使植物快速生长。蕾儿则是可以烧毁一切的火仙子，但因为这是她第一天入学，对魔法的掌控并不熟练，在大家的面前，蕾儿始终无法集中精神，这也使她在入学的第一堂课上出丑。课后，她独自来到野外，想要练习一下自己的魔法，可她再怎么努力，体内的魔法始终没有任何响动。于是她拿出手机，翻看着曾经被她烧毁的家，当时的愤怒再次涌上心头，她的手中竟真的出现了一团火焰，掌心传来的温度让蕾儿有些兴奋，可下一刻她却发现，火焰此刻不再受自己的控制，她甩动着双手想要熄灭手中的火焰，但却弄巧成拙，让周围都烧了起来。这时水仙子黑妹发现了她，并安慰着她平复自己的情绪，可下一秒，蕾儿失控的火焰竟向着黑妹冲去。紧急关头，黑妹手掌拍向地面，使用出水遁之术，地面竟出现一阵水浪，扑灭了蕾儿的火焰。蕾儿对自己的失控表现得非常自责，黑妹却安慰她说道：“才刚开始学习魔法，这一切都很正常。”这时蕾儿也说出了自己并非是来自仙子世家，她的父母都是普通的人类，但黑妹却发现了异常。她告诉蕾儿，能这么轻易就能施展这么强的魔法，她的血脉肯定是纯种仙子，而她之所以在人类的世界长大，很有可能她是和出生的人类婴儿调换了。黑妹的话让蕾儿陷入了深思，她查阅了许多信息，居然真的发现仙界有调换的说法。她想起了同学斯黛娜的传送戒指，于是她借走了戒指，来到仙境边界处，通过传送门，她回到了初世界。她本想直接去向父母询问自己的身世，可当她走到自己家门前，她却退缩了。她害怕得知事情的真相后自己会情绪失控，再次的伤害父母。于是蕾儿转身离去。可就在她准备通过传送门回到魔法仙境时，她突然发现房间里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身影。慌乱中，她将传送戒指掉进了下水道。此刻蕾儿害怕的躲在一边，突然怪物的手打破窗户，她赶紧逃往下水道，想要拿到戒指回去，但却慢了一步，戒指被怪物先拿到，眼看就要被怪物抓住。这时道林院长出现，才制服了怪物。原来这种怪物名为蛟魔，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邪物。院长将蛟魔关了起来，准备过几天将其送往首府的监狱。另一边，斯黛娜得知了传送戒指被夺走，差点爆发。原来斯黛娜其实是仙界的公主，而那枚戒指是她家族的传家宝。如果女王知道她弄丢了戒指，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仙子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准备在院长他们将蛟魔送走前，去拿回传送戒指。这天战士们收到了一个任务，需要将院长抓获的蛟魔押送到总部。可就在他们前往关押蛟魔的地点时，突然远处传来一声风笛，教官席尔瓦也发现了远处的异样。与此同时，学院里的仙子们组成了一个小团队，准备去蛟魔手里拿回传送戒指。可当他们来到关押蛟魔的仓库时，却发现他已经不在这里。本以为是战士们提前带走了蛟魔，可这时心灵仙子的身体突然传来一股极其痛苦的感受。他们抬头望去，才发现森林里已经尸横遍野，这肯定是蛟魔的手段。一队战士只有席尔瓦教官还有一口气，但被蛟魔袭击后会被感染病毒，病毒会慢慢侵蚀内心。大地仙子利用藤蔓先控制住教官，随后给他喝下了压制毒性的药剂。这时他们兵分两路，他们负责将教官送回仙界，而蕾儿和黑妹去寻找蛟魔的下落。在黑森林里，蕾儿看见了蛟魔的身影，随后她集中精神，释放出一条火蛇攻向了蛟魔，但她的火焰似乎并不能使其停下来。最后还是黑妹一发水元素才将蛟魔打得无法动弹。虽然过程有些惊险，但他们终于成功的拿回了传送戒指。蕾儿本以为这次的事情终于安稳度过，可就在这天晚上，她突然翻起了白眼，脑海里出现了一幅画面。直到室友的呼喊，蕾儿才清醒过来，她也终于明白自己真的是被调换到凡界的仙子。为了搞清楚自己的身世，她偷偷的来到了学院的资料室，在一堆相框中找到了她脑海中那个人的照片。于是她用手机拍了下来，不找到道林院长，向他询问这个人的身份。原来蕾儿所说的这个人是魔法学院的前一任院长，但他的身世道林院长并不清楚。蕾儿想找前任院长谈谈，可院长却告诉她他已经去世了。好不容易有了线索，但却又再次扑空。蕾儿无法压制自己的情绪，她来到试炼台，面前的火焰如同她的心情一般，狂躁且炙热。就在蕾儿有些无助时，战士学院的蓝天刚好看见了她。此刻蓝天身穿铠甲，似乎要去参加一场大战。原来当初蛟魔袭击了他们的教官，尽管院长他们消灭了那只蛟魔，但教官的感染并没有消散，这也说明了袭击教官的并不是同一只蛟魔。眼看教官的感染越来越严重，蓝天才会想要去找到袭击教官的蛟魔。而碰巧的是，就在试炼台附近，蕾儿感受到了蛟魔的身影，于是蓝天毫不犹豫地冲向了森林。因为担心蓝天的安危，他也跟了上去。但就他们两人这样冒失的行为，只会成为蛟魔的猎物。进入森林后，蛟魔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身后，向着两人发起了偷袭。就在这关键时刻，他们的仙子同学及时赶到，斯黛娜用光明魔法使蛟魔停下了攻击，随后大家一起释放魔法，困住了蛟魔。随后蓝天用神器刺穿了蛟魔的身体。大家本以为蛟魔已经被打败，
准备转身离去时，焦魔却突然又站了起来，但没走2步，他的身体却发生了爆炸。原来是道林院长也来到了这里。身为他们的老师，院长对他们这样鲁莽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但事实上院长对他们的成长也很是欣慰。就在其余仙子都在一起打怪升级时，雷电仙子却来到了院长的办公室。他似乎一直执着于办公室里有一处密室，可密室设下了结界。为了达到目的，雷电仙子将辅导员强行推向结界，结界的禁制魔法被暂时破除。辅导员被电得嘴皮冒烟。当他进入了密室后，却发现这里居然还有一个魔法囚笼，不知道里面关押着怎样的怪物，并且这个魔法非常强大，雷电仙子根本没办法靠近。探索无果后，他急忙地离开了密室。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身份，他使用10万伏特的电击直接将其变成了粉末。直到几天后，校园3巨头才发现辅导员的失踪有些诡异。教授制作出魔法指纹仪，才发现辅导员已经被人杀害。院长也对此次案件展开调查。与此同时，仙界女王来到了魔法学院，母亲的到来让公主斯黛娜非常紧张。她知道母亲肯定是来查看自己的学习进度。果不其然，女王在召开校园大会后，便将斯黛娜带到了院长的办公室。在院长的指导下，她对光明魔法的控制更加熟练。但女王并不满意斯黛娜的表现，她认为魔法就得展现出强大的杀伤力才行，而不是天天训练自己做出一道彩虹而沾沾自喜。说话的同时，女王展现了自己的光明魔法，周围的事物因为光线的改变竟成为了一片幻境，并且女王还能随时隐身。为了让女儿更快的成长，女王将斯黛娜带回了家族。另一边，这次的校园大会有2人并没有参加。为了查清楚自己的身世，火仙子蕾儿来到了堆放古老文件的仓库，并且雷电仙子碧翠丝也跟着他来到了仓库。碧翠丝告诉蕾儿，自己可以帮助他寻找他身世的真相。在碧翠丝的帮助下，他们很快便潜入了这里的密室。他们通过查阅前任院长的行程，大概推算出蕾儿的出生地是一个名叫紫婉山谷的地方。正当蕾儿要去寻找地图时，碧翠丝却告诉他自己知道这个地方。来到了紫婉山谷，他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人居住过的痕迹。就在这时，碧翠丝开始聚集雷电之力。随着面前的幻境被打破，许多房子的废墟出现在他们的前面。这时碧翠丝才告诉蕾儿真相，他和蕾儿都出生于此，而他们的家人都因为许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全部死去，而导致整个小镇被摧毁的原因就是现在魔法学院的道林院长，所以他们才会用魔法掩盖了一切，是前任院长罗莎琳德救的。蕾儿本不相信他说的一切，他们2个年纪相仿，为什么碧翠丝会了解得这么清楚？而碧翠丝解释道，这一切都是罗莎琳德用魔法将这段记忆刻在了他的脑海里，因为之前蕾儿也有相同的经历，于是他相信了碧翠丝所说的。就在他们返回学院的路上，他们的汽车受到攻击被强行逼停，碧翠丝下车想要逃走，却发现脚下的公路竟变成了沼泽地。道林院长将碧翠丝抓了起来，罪名是杀害了学院的辅导员。但蕾儿经过刚才的事情，已经对学院的领导都产生了怀疑，他不再相信帮助他多次的道林院长。他隐瞒了自己和碧翠丝找到紫婉山谷的事情，道林院长也发现了他的异样。仙子的元素魔法可以在远处释放爆炸输出，战士强悍的体魄可以抵挡怪物的攻击。最近学院附近总有焦魔出现，于是学院让学员们找到适合自己的队员，每天高强度的练习战斗技巧，但学员们的表现总差强人意。现在他们根本没办法单独面对一只焦魔的攻击。就在院长们一筹莫展之时，校园特遣队的队员突然闯了进来，并说自己在边境巡逻时遭到了焦魔的攻击，并且学院外的焦魔不止一个。本来以为现在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结果在帮队员压制焦魔毒素时，一个坏消息再次传来，另外一个特遣队的队员打来电话，整个特遣队的人全部都死了。直到电话那边没有了动静，他们才意识到现在情况有多么严重。好在学院周围还有魔法屏障的保护，学院里还算比较安全。另一边，蕾儿还在为自己身世想各种办法。他偷偷地潜入关押碧翠丝的牢房。当亲耳听见碧翠丝承认杀害了辅导员的事实，蕾儿已经不知道自己现在该相信谁。此刻，碧翠丝也告诉他，他的身世只有前任院长能给他答案，而自己能带他找到当年救下他的罗莎琳德。于是蕾儿答应了帮助他逃出监狱。出来后，碧翠丝的同伙给了蕾儿一本书，而书中有一个充能装置，只要将它的能量充满，便可以解开碧翠丝的禁魔手环。蕾儿将其放在10环阵处，能量正在慢慢集聚。就在这时，他的队友蓝天突然出现，还没等蕾儿说话，蓝天就向他说出了实情。原来蓝天是被院长他们安排监视蕾儿，但在与他这段时间的相处中，蓝天对蕾儿也产生了异样的情愫。他不愿再欺骗蕾儿，可蕾儿知道了蓝天监视自己，让他有些生气。本来他准备说出实情，现在他也不再相信蓝天。为了不让他阻止自己，他在嘴上涂上了蒙汗药，随后再和他拥吻。下一秒，蓝天便晕了过去。之后，蕾儿拿起充能装置，准备去救出碧翠丝。另一边，斯黛娜利用隐身魔法偷偷地回到了魔法学院。她听见了其他仙子们在讨论蕾儿最近反常的举动，并知道了这一切只是她想了解清楚自己的身世。于是大家都准备帮助她。他们来到监狱，解开了碧翠丝手上的禁魔手环，使她恢复了魔法。碧翠丝很轻松便打开了牢笼，但想要进入院长的密室，需要一个人用身体打破结界的禁止。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斯黛娜便从背后出现，将他推进了魔法结界处。碧翠丝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大家在密室门口等待，让蕾儿自己进入了密室。蕾儿来到了魔法牢笼前，其中的前任院长罗莎琳德也感受到了他的到来。I can only imagine how many questions you have for me. Remove your legs. Is that flame inside you?
随着磊儿体内的火焰释放，囚禁罗莎琳德的牢笼也随之解除，但被囚禁了18年的他现在还很虚弱。他带着磊儿从暗道离开了学院，来到了噬环镇，这里是仙界魔法汇集的地点，只要在这里，罗莎琳德便可以快速的恢复魔力。可罗莎琳德告诉磊儿，仙界里有一个基本准则，只有仙子才能施展魔法，但有一群名为血巫者的人类，他们是以牺牲和死亡作为能量，而磊儿体内蕴含着神龙圣火，可以唤醒古老的仙子魔法。血巫者想要得到这股强大的力量，于是磊儿年幼时被绑架到了紫婉山，也是因为他体内的力量，所以学院附近才会出现大量的蛟魔。但罗莎琳德表示，蛟魔对于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随后在他的引导下，磊儿觉醒了体内的神龙圣火，但也因为力量太过强大，他暂时还不能完全控制。就在这时，学院的同学们向他发来了求救信息。原来就在刚刚，魔法学院的魔能突然中断，所有设备也全部瘫痪，而这也使得蛟魔进入了学院内部。心灵仙子的男友出去查看情况，结果被蛟魔所伤。此刻学院的所有人才意识到情况有多么严重。道林院长组织大家封锁了全部的入口，并将所有学院安顿好。这时磊儿找到道林院长，并向他解释罗莎琳德并不是滥杀无辜的人，而紫婉山谷的人全是血巫者。但道林院长现在并不想讨论此事。可当道林院长知道了罗莎琳德此刻正在噬环镇处，他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蛟魔会进入学院。噬环镇是仙界魔法聚集的地方，这一切都是罗莎琳德的阴谋。与此同时，心灵仙子的男友因为伤势过重，病毒已经蔓延至全身，如果再不消灭袭击他的蛟魔，他肯定无法见到明天的太阳。看着大家都非常痛苦，磊儿有些自责，他知道蛟魔的目标一直都是自己，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去解决这一切。他找到水仙子黑妹和斯黛娜，通过一条暗道来到了学院外，他们想将蛟魔引到别处。也是在这时，蛟魔冲破了学院的防守，进入了内庭之中。可当他嗅到了磊儿的气息已经消失，于是转身冲向了暗道。另一边，三姐妹孤注一掷，磊儿准备释放体内的全部力量。为了保证自己和磊儿的安全，黑妹把湖水全部利用起来。磊儿的周围被巨大的水墙所包围，此刻他也安心的释放体内的神龙圣火，他犹如天神下凡一般，一双烈焰之翼出现在他的身后。等他完成变身，他也被赶来的蛟魔所包围。但此刻的磊儿不再是普通的仙子，而是拥有了强大的古老魔法，3下5除2便消灭了所有的蛟魔。随着蛟魔被消灭，同学们身上的毒素也全部消散。本以为学院的威胁已经解除，但只有道林院长知道，随着罗莎琳德被释放，所有的一切都将全部改变。另一边，打破魔法结界的碧翠丝现在还在全身瘫痪，2个战士趁乱救下了他，并调配了药剂，成功将他唤醒。醒来后的碧翠丝告诉2人，他们有一个大计划，学院也即将迎来改革。此刻罗莎琳德也来到了这里，而磊儿这边，他们并不知道一切都在变化。他甚至还在这个关键时刻向道林院长请假，说要回去探望父母，并将学院的几位同学带回了家里，同时向父母坦白了自己仙子的身份。虽然父母一时间有些无法接受，但他们也是真心爱着磊儿，并不会因为身份而改变。也是在磊儿探望父母这段时间，罗莎琳德利用与女王的关系，将学院的领导全部调换。随后他威胁道林院长交出院长之位，但道林院长并不打算妥协，他不会让孩子们接受他残忍的教导方式。也是道林院长的强硬态度使罗莎琳德非常不爽，他抬手间便将道林院长举起，下一秒便扭断了他的脖子。这时磊儿他们回到学院，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改变。自从罗莎琳德重新做回院长，磊儿的成绩就直线下滑。罗莎琳德认为保持愤怒可以使自己的魔法威力最大化，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失控，但面对残忍的战争时，实力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但磊儿并不想成为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他还是比较喜欢上一任院长的教导方式。可磊儿不知道的是，也是因为观点的不同，罗莎琳德将上一任的院长无情的杀害，他还利用与仙界女王的关系，将学院的其他领导层全部调换，以前的战士教官也被莫须有的罪名给关押起来。学院们的同学得知了西瓦尔教官会被流放到极北边境，他们不知道罗莎琳德有什么阴谋，于是决定救出西瓦尔教官，问清楚前任院长失踪的原因。拥有隐身术的斯黛娜来到准备押送囚犯的小队打探情况，但雷电仙子碧翠丝发现了地上的脚印，她顺着脚印发出一记电波，斯黛娜的隐身术立马失效。一番解释过后，碧翠丝答应了帮她保密。到了晚上，几人规划好了小队的押送路线，但毫无疑问，碧翠丝还是将使用隐身术的事告诉了罗莎琳德。第二天，就在斯黛娜准备去和同学们会合时，她被罗莎琳德拦住。为了限制斯黛娜随意的使用隐身术，她拿出了一个魔法仪器，直接刺进了斯黛娜的身体里。另一边，其他仙子们见斯黛娜一直没来集合，于是也只好先行出发。他们提前来到蹲守地点，水仙子黑妹使用能力使发动机熄火。在守卫检查车辆时，植物仙子蒂拉利用树枝拿走了守卫包里的钥匙，随后黑妹用水包裹住，将钥匙送到了西瓦尔教官的手里。为了给他争取逃跑的时间，黑妹控制汽车里的燃油泄漏，磊儿在使用火焰直接点燃了车队前面的汽车。趁大家上前查看时，教官解开束缚，逃往了森林。很快，守卫也发现了他的动作，于是拿上弓箭追了上去。他们发射出能够追踪目标的弓箭，即使这样，教官还是没有停下脚步，甚至直接一跃跳进了河里。为了不被发现，教官始终不敢露头。就在他快憋不住气时，黑妹用水包裹住空气，使教官能够在水下呼吸。等待许久，守卫们也只好去其他地方搜寻。成功救下教官后，教官让他们将自己送往了朋友的住处。但交谈过后，教官也并不知道道林院长的去向。但毫无疑问的是，罗莎琳德一定有一个天大的阴谋，而这一切都与磊儿密切相关。看着小老鼠被自己饲养的怪物吃掉，是院长每天最开心的事。为了让怪物快速生长，
他甚至将人类的血液注射进小老鼠的体内，但想要完成实验，还得用真人才行。这天夜晚，一对情侣来到小树林，可就在这时，远处传来诡异的声响。等他们上前查看，竟发现了一个人影。女孩也感受到了危险，于是拿出了身后的匕首。随后，对面的神秘人只是转动一下手指，女孩的身体便无法动弹。Come on, I can't. What do you mean? Come on, let's go. 神秘人再次转动手指，下一刻，女孩的双手开始剧烈抖动。Run, run. 男孩见状撒腿便跑，可尽管他拼命的逃跑，前方还是遭到了拦截。他的面前出现一只奇怪的生物，直接向他扑了过来。几天后，学生失踪的消息传开，同学们也议论纷纷。直到这天晚上，那天被怪物袭击的同学突然闯入了他们的宿舍，说了一句院长的名字后便晕了过去。男孩最后说的那句话，让同学们认为这一切可能都是院长的阴谋。这天，磊儿趁院长出去的空隙，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果然在抽屉里发现了一本古老的书籍，上面记载的和遇害的那个人身上的伤口一模一样。于是他赶紧用手机拍下了书中的内容。回去后，通过教官的远程指导，他们找到了这些古老文字的翻译。这些符号是某种生物的召唤咒，而召唤的这些怪物是为了吸取仙子的魔法，这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的院长居然在窃取学生们的魔法。另一边，院长来到了秘密实验室，这时他也还发现有一个人逃走了。与此同时，经过植物仙子对那名男同学的治疗，他也醒了过来，但他的身体突然开始抽搐，脑海里也一直出现那天晚上的画面。为了让他安静下来，蒂拉用藤蔓将他绑住，但因为他的情绪非常暴躁，他竟直接挣脱了束缚。就在蒂拉准备要给他注射镇定剂时，院长来到了这里。看见院长的那一刻，他拿起小刀威胁院长。一番混乱过后，男孩再次倒了下去，并且没有了呼吸。众人非常困惑，但院长却向他们解释，可能是刚刚他们给他使用的药物所导致。但同学们根本不相信这么牵强的理由，认为这一切都是院长的阴谋。可就算知道了院长可能在谋害同学，但他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直到1周后的校庆，让众人看到了希望。那天的宴会上，仙界的许多大人物都会来参加，大家准备在这天收集好证据，在宴会上揭穿他的阴谋。校庆当天，大家盛装出席，而所有的守卫肯定都会在宴会上帮忙。磊儿和斯黛娜负责在宴会上打掩护，而黑妹和其他人负责潜入院长的实验室。但很快磊儿就感觉到了危机，在和院长交谈的过程中，院长居然说出了他已经知道他们几位同学放走了被逮捕的教官席尔瓦，并且今天的宴会，陆军元帅也在此。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他们几人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院长用这件事威胁磊，让他在自己的身边安静的待着。好在这里还有蓝天在他的身边帮助他。另一边，黑妹他们已经来到了院长的实验室，他们也丝毫没发觉危险正在慢慢靠近。他们看见了一只长满触须的怪物，黑妹想要施展魔法控制怪物体内的水分，却发现不起作用。下一刻怪物又消失不见，突然他从身后向黑妹扑去，好在他反应快，及时的抓住了怪物。最后他们用火烧才彻底的消灭了怪物。实验室里有这么可怕的怪物，这足以作为有力的证据。斯黛娜来到了宴会大厅，当场揭露了院长的行为。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院长却站了出来，他的身后居然是那天没有了呼吸的男同学。原来这一切并不是院长在谋害同学。1个月前，他也知道了学校一直有学生失踪，于是在这名男同学遇害的那天，院长救下了他，并抓到了这种上古魔虫。经过院长对魔虫的研究，发现了他们是受血巫者召唤而来，是用来专门吸取仙子的魔法。这也说明了他们的危机即将到来。对于院长的解释，众人也半信半疑。事后院长将磊儿叫到了一边，院长告诉磊儿，他的身世非常特别，即使院长当年从血巫者手中救下了他，但也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不过他的存在对于血巫者似乎有特别的意义。为了一起对抗敌人，院长向女王申请了特赦令，教官也终于可以回到学院。与此同时，碧翠丝独自来到校外散心，却出现了意外。第二天，碧翠丝的养父将他失踪的消息告诉了院长，希望他派遣所有的力量去寻找。但院长却表示，血巫者很有可能潜伏在学校内部，如果他们都去寻找碧翠丝，那刚好中了他的调虎离山计。守卫们必须在学校保护学生们的安全，但教官不肯放弃。为了救出养女，他甚至绑架了校园里的其他同学，给碧翠丝的手机发去消息，要和他们交换一位仙子。他将打晕后的男同学带到了约定的地点，随后和他联系的人也出现。就在他靠近的一瞬间，对面刚好触发了安德里教官提前设下的陷阱。他拿出佩剑威胁男人说出碧翠丝的下落，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血巫者也提前做了准备。面前的男人并不是血巫者本人，而是他派来的仆人。这时安德里突然被袭击，他的身后出现一个神秘人，他也失去意识被血巫者控制。另一边，院长将碧翠丝被绑架的消息告诉了磊儿，但他也告诉磊儿，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这一切可能都是血巫者的阴谋。这几天院长会去往都城，他们必须待在学院里。可就在当天晚上，斯黛娜就收到了碧翠丝的求救短信。磊儿想到了白天院长给他说的，这一切都是血巫者的阴谋，于是他劝说同学不要去救碧翠丝。但蓝天和他几位朋友都不听磊儿的劝告，他们认为只要做好准备，就算是陷阱，他们也能应付。蓝天几人来到短信所发的位置，果然看见了昏迷的碧翠丝。也是在这时，
前面被控制的安德里教官突然出现，蓝天和其中一位战士留下来牵制教官，心灵仙子先行逃走，而这也刚好中了血舞者的计谋。单独逃走的仙子成为了魔虫的目标，心灵仙子的魔力也被吸干。而另一边，面对年长的教官，蓝天和其他同学并没有招架之力。危机关头，还是学院的另外一位教官及时赶到，救下了蓝天他们。就在他们殊死搏斗的过程中，磊儿突然猜到了谁是藏在他们身边的血舞者，于是独自前往了那个人的住处。当他冲进房门，果然看见了他在使用控制魔法。血舞者竟是希瓦尔教官多年的朋友，他已经吸取了许多仙子的魔法，许多的元素魔法他已经可以完全掌握，光、水、心灵甚至雷电。血舞者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可对于他的炫技，磊儿并没有丝毫感觉。他体内的神龙圣火是最强大也是最古老的魔法。就在磊儿即将爆发时，血舞者却向磊儿提出了一个交易。他对磊儿的身世了如指掌，并且知道他父母的下落。只要磊儿和自己一起对抗魔法学院，他便能了解所有的一切。也是在这个谈话的空隙，血舞者趁机释放魔法逃跑了。虽然让他逃走了，但磊儿至少打断了血舞者的施法，让被控制的安德里教官暂时恢复了意识。安德里告诉蓝天，为了不让血舞者控制自己，他必须杀了自己。眼看安德里即将再次失控，蓝天只好用匕首刺进了他的身体。虽然他们这次行动成功的救下，但心灵仙子却因此失去了法力。这时学霸黑妹发挥了作用，她在古书上找到了可以恢复魔法的方法。仙子的魔法就像电池，想让心灵仙子恢复魔法，他们就要一起对它进行充电。仙子们齐聚一堂，释放出自己的元素魔法。随后他们将魔法注入了聚合水晶，水晶绽放出异样的光芒。可就在大家认为即将成功时，妙莎却放下了水晶，并说这个方法根本没用，不转身离去。但磊儿并不打算放弃，既然不能重新让妙莎获得魔法，他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帮助他。只要找到饲养魔虫的血舞者，也许可以用谈判的方式让他将魔法还给妙莎。之前他在院长的办公室找到了关于血舞者的古书，说不定那本书可以作为谈判的筹码。于是当天磊儿便拿上古书去往了出世界。可就在他刚好跨出仙界边境时，仙界的屏障却突然出现了异样。原来就在刚刚，院长给仙境的屏障增强了保护，现在没有院长的允许，所有人都不能进出。磊儿只好独自去寻找血舞者。没过多久，磊儿就在一家餐厅里找到了血舞者。他拿出了那本古书，并提出了交易，但血舞者却认为一本古书就想要换取强大的魔法，这个交易可不划算。这时血舞者提出另外一种条件，这本书交给他，他可以告诉磊儿恢复魔法的办法。但事实上，恢复魔法的办法古书上就有记载，想要恢复魔法只有2种方法，一是让魔虫吸走他的魔法，不再还给妙莎；二就是杀了血舞者本人。可这2个选项，磊儿知道都有点不现实，血舞者不可能会归还魔法，而杀了他，磊儿还有点犹豫，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血舞者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可磊儿不知道的是，其实妙莎失去魔法，也不能全怪魔虫。当初魔虫咬住他时，只是吸食了一小部分魔法便被他消灭，本来他已经逃走了。最后是他自己返回，自愿让魔虫吸取了他的魔法。只是这一切所有人都不知道，因为从有了心灵魔法开始，妙莎就时刻能清楚地知道他身边的人在想什么，这也让他和身边的人交往起来有些困难。于是那天他才会想摆脱自己的魔法，但他没想到，因为他的做法即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时大地仙子来找到妙莎，想要劝说他和自己回去。情绪激动时，他竟使用魔法将妙莎的双脚困在了地下，但这并不是他故意所为。经过黑妹的研究，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之前他们融合魔法的仪式并没有完成，所以导致他们的魔法与聚合水晶相连。此刻他们体中的魔法非常不稳定，他们必须将水晶里的魔法收回，便可以恢复正常。但现在还有一个最危险的问题，磊儿身怀神龙圣火，如果他的魔法失控，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于是黑妹赶紧打电话让磊儿赶紧回到仙界，将他的魔法从水晶里释放，并且他们也把现在的情况告诉了院长。但院长却表示他们做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而磊儿去见血舞者，他也知道现在磊儿的魔法非常不稳定，很有可能会直接杀了血舞者，这也帮他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另一边，磊儿见没办法劝说血舞者归还魔法，于是准备回仙境，但血舞者却告诉了磊儿一个惊天的秘密，原来院长一直都想引发仙子和血舞者之间的战斗，他的野心才不想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他想让整个世界混乱，而作为最强大的仙子之一，院长肯定可以站在世界的最顶端，并且为了完成这一步，前任院长也被他杀害。听了血舞者的话，磊儿有点不敢相信，但他也压制住了自己心里的怒火，才使体内的魔法没有失控。这时磊儿通过传送门回到了仙界的边境处，院长也提前在此等候。磊儿的表现让院长很是失望，这时磊儿也问出了刚刚血舞者所说的事情，院长也没有狡辩，而是大胆承认了自己的做法，并用能力控制住他。他原本计划和磊儿一起称霸世界，却没想到磊儿会一直把情感看得如此重要，软弱根本成不了大事。院长将四周的能量汇聚，直接将磊儿冻结。随着魔法的蔓延，他竟被冻成了一座冰雕。可让院长没想到的是，磊儿体内的神龙圣火极其强大，他的魔法并没有困住磊儿，反而使他体内的魔法失控，毁天灭地的能量席卷而来。院长竟直接被炸成了干尸。魔法学院的院长死了，这对仙界来说无疑是一个重磅消息。可当仙界女王知道这件事，却将院长的死亡嫁祸给他们的死对头血舞者，这也让仙子们对血舞者更加憎恨。但对于磊儿杀死院长这件事，女王对这次案件展开了秘密审理，因为当时只有磊儿和院长在场，并没有其他证人。而磊儿口中所说的罗莎琳德杀了前任院长，也没有确切的证据，但磊儿杀了院长却是许多人亲眼看到的。为了帮磊儿辩护，他的同学们来到前任院长被杀害的地方，
并使用魔法追踪仪想找到道林院长的尸体。但尽管他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并没有发现道林院长的尸体，只找到一个枯萎的草团，没有证据证明罗莎琳德是一位杀人凶手，那么蕾儿便无法洗脱罪名。最后，女王决定将蕾儿关押20年，作为她杀害院长的惩罚。就在同学们为蕾儿打抱不平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植物仙子弗罗拉突然发现自己桌子上的花茎离奇的枯萎了。随后，她用魔法让盆栽重新恢复了生机，可下一秒，花朵又开始凋谢。反复使用魔法过后，花朵还是会在一瞬间失去生机。这时，弗罗拉才发现，那天他们在墓园找到的那个草团居然长出了新叶。于是，他拿起聚合水晶，将魔法注入其中，只看见草团正在快速的吸收魔法能量。也是在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道林院长的灵魂居然从草团中钻了出来。道林院长得知了蕾儿现在的情况，于是来到魔法牢笼前释放了他。看见道林院长的那一刻，蕾儿简直不敢相信，直到后面他才知道，原来道林院长现在只是灵魂状态。当初他察觉到罗莎琳德的野心后，便使用最后的魔法将自己的灵魂注入了还魂草当中。道林院长也给同学们上了最后一节魔法课，他提及了一种很古老的变身魔法。仙子的体内一直都埋藏着神秘的力量，只要他们团结一心，接受自己和朋友之间的所有情绪，便可以成为最强大的仙子。虽然同学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但院长相信他们几个都会成为最伟大的战士。此刻，道林院长也向众人做了最后的道别，他的灵魂慢慢消散，飞向了天空。就在仙子们向道林院长告别时，魔法学院有了大动作。据可靠消息，有人发现了血舞者的据点，于是全体战士出动。可当所有人进入了这所房子里时，却发现根本没有一个人影，这一切都是血舞者的阴谋。此刻，血舞者已经来到了魔法学院，而帮助血舞者的正是雷电仙子碧翠丝。自从他当初被魔虫吸走了魔法，他一直在找机会和血舞者合作，想要从他那要回自己的魔法。这一次学院的战士全部出动，也是碧翠丝散播的消息，这才让血舞者成功大张旗鼓地进入学院，并且他还带来了一大群的魔虫。碧翠丝切断了学院的电路，让魔虫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学院里游走。魔法学院的许多人都遭到了魔虫的攻击，但血舞者也不能一次性地吸收完大量的魔法，于是他将魔法学院的仙子们全部关在了地下室，而驻守在学院的战士们都被血舞者用特殊的能力所控制，并且连蓝天都被血舞者控制。他用蓝天的电话打给蕾儿，并让他独自来见自己，不然蓝天将会死得很惨。为了救出男友，蕾儿答应了他的要求。蕾儿来到了魔法学院，并见到了血舞者。血舞者想要的蕾儿非常清楚，看着男友被血舞者折磨，蕾儿立马答应了将神龙圣火交给他。但神龙圣火非常特殊，魔虫是无法吸走的，只能通过聚合水晶来转移蕾儿的魔法。蕾儿将自己的魔法慢慢的传输到水晶之中。与此同时，碧翠丝突然良心发现，她将血舞者的计划告诉了其他仙子们。于是，在蕾儿传输魔法的过程中，碧翠丝来到了他们的面前，但她也知道，蕾儿为了救蓝天，肯定会心甘情愿的交出神龙圣火。为了打断蕾儿，他用闪电之力直接打向了蓝天。蕾儿因为担心蓝天，直接强行切断了与水晶的联系，这也使聚合水晶直接摔落在地，变成了一堆碎渣，就差最后一步，便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神龙圣火。结果一切都功亏一篑，血舞者愤怒至极，直接将碧翠丝打飞出去。碧翠丝也被这奋力一击打得当场暴毙，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蕾儿也彻底愤怒。可就在他即将爆发时，他的朋友们及时赶到，并且蓝天也并没有死去。在他们的帮助下，蓝天恢复了意识。这时众人也终于领悟了道林院长给他们所说的变身魔法，几人纷纷开始变身。觉醒后的4人，魔法已经超出想象，在他们的围攻下，血舞者直接被轰得连渣都不剩，一切危机也总算结束。所有失去魔法的仙子也全都恢复，